99%的人长寿花经常是买的时候全是花苞和花朵，但买回去后就开始掉花苞或者不开花了，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除了买回去掉花苞不开花之外，还有大部分人长寿花一直没有花苞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影片开始前，请先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今天先来介绍怎么让长寿花一直开花，然后再介绍让长寿花开花100朵的方法。一直开花的技巧。第一个细节，散光养护。大家都知道，长寿花是非常喜光的花卉，充足的光照可以避免枝叶的徒长，还能有助于花芽的分化，形成更多的花苞，达到开花爆盆的效果。同样，充足的光照也会促进花苞开放的速度，所以为了延长开花的时间，我们把长寿花放在散光的位置，让光照没有那么充足充分，这样可以抑制开花的速度，这样就延长了开花的时间了。第二个细节，不要施肥。植物的开花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，这指的是在开花的前期，也就是在花芽分化和花苞形成的阶段。而在花苞开放的阶段，对养分的需求不大，或者说，如果养分过足，花苞开花的速度会变快，也就缩短了观花的时间。因此，满头花苞的长寿花买回家，我们暂时不需要给它施肥，让它自然的开放就可以了。同样的道理，自家养的长寿花在进入花芽分化的阶段，我们需要追施磷钾肥催花，每周使用1次，3至4次就要停止，避免施肥次数过多，加速花苞开放。此外，长寿花的花期特别长，养护得当的话能开到明年的4、5月份，而有的花友开花1次后就不怎么爱开花，这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修剪和施肥。长寿花一茬花开完以后，如果等着残花自然脱落，一是会持续消耗养分，二是会影响它的生长和下一次的开花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及时修剪。修剪长寿花。修剪长寿花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把残花和连带下面的1到2对小叶子掐掉。仔细看的话，在紧挨着成熟的叶片下，叶处会有新芽，新芽长到一定长度后就有开花的能力了，它们才是下次开花的主力。长寿花开过1次花后，植株里的养分基本已经消耗殆尽了，这时我们给它追施1次花肥，使用颗粒状的3元素效复合肥，浅埋到盆土里，浇上1次透水，放在光照充足的位置，给它恢复体力、长枝长叶的时间。大约2周后，长寿花又开始进入下一次花期了。我们使用磷酸二氢钾催花，1克磷酸二氢钾兑水1000毫升，然后喷洒叶片，1周喷洒1次，3至4次后停止。浇水的时候，用同样浓度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替代水来浇透盆土，很快就会迎来下一茬花。在花期的长寿花按照上面的方法养护，但是如果长寿花一直不开花，没有花苞的话，那么你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内容，会帮助你花苞长出100朵，全部都开花。这个方式就是给长寿花扣帽子。2. 长花苞的妙招。1. 为什么给长寿花扣帽子？长寿花属于短日照花卉，短日照花卉的意思是说，当光照时长短于某个时间长度时才会开花。对于长寿花来说，在长势、光照强度、温度适宜的条件下，黑暗的时间越长，它花芽分化的越早，才会越早开花。相反，只会长枝、长叶，看不见花芽。一般室外养的长寿花，按照光照的自然规律，是能够满足它开花对光照时间的要求。但是室内养的长寿花，晚上的日光灯会对其产生干扰，使它延期开花。所以我们可以人为控制光照的时长，给它扣帽子，达到遮光的目的。2. 如何给长寿花扣帽子？方法也很简单，每天晚上开日光灯的时候，我们把黑色塑料袋或者纸箱子扣在长寿花上，使它处于一个黑暗的环境中，早上再把它拿下来，保证它接受光照的时间少于8个小时即可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提前在塑料袋或者纸箱子上扎几个透气孔，不要妨碍长寿花晚上的呼吸作用。那么帽子需要戴多久呢？什么时候长寿花现花芽了，晚上就不要再遮盖了。3. 快速冒花芽。除了给长寿花扣帽子，日常的养护也要到位，这样不出20天，
就能看到长寿花冒出满头的花芽，接下来就是看着它长花苞，静待开花了。除此之外，给长寿花施肥也是促使它多长花苞的养护技巧。今天介绍几种施肥的方法，总有一种适合你。鸡蛋壳肥，鸡蛋家家户户都有，吃剩了的壳基本上都丢垃圾桶里去了。其实鸡蛋壳里含有充足的氮、磷、钾元素和钙质，稍微一处理就能用来养花，效果特别好。将鸡蛋壳里外都洗干净，在太阳下暴晒3至7天，或者在微波炉里煨一会，目的就是让鸡蛋壳干透，然后找个工具把蛋壳碾碎，越碎越好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在花盆四周挖几个小洞，尽量远离根系，把蛋壳埋进去，随着一次次的浇水，蛋壳的养分释放出来，增加了土壤的肥力，长寿花吸收了，植株长势更旺盛，才会长更多的花苞。花生壳肥，花生壳也是上好的养花宝贝，不过一定要选原味的，经过调味品处理的，会改变土壤的性质，反而有害。把花生壳砸碎，在清水里浸泡1天，然后过滤出，装进塑料袋里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。这样直接发酵花生壳有些慢，咱们可以在树底下挖一些腐熟透的腐叶土，拌在花生壳里，然后把袋子扎紧发酵，大约1个月的时间，花生壳变黑了，说明已经发酵好了。给长寿花换盆的时候，可以掺到盆土里，也可以在盆土里挖几个洞，把花生壳埋进去，也可以促进植株生长，多长花苞。3元复合肥，在长寿花的花期，如果只是频繁的使用磷钾肥，会导致它们养分失衡，不仅开花少，而且容易叶片发黄，植株瘦弱，所以每个月或者一茬花开完之后，要给它们追施一次氮磷钾均衡的肥料，促进它们长枝长叶，才能早迎来下一茬花，花苞数量多2倍。如果嫌自制花肥麻烦，咱们也可以直接购买富含氮磷钾元素的3元复合肥，使用方便也干净卫生。磷钾肥，现在最常用的磷钾肥就是磷酸二氢钾和花多多2号，在长寿花进入花期以后，每7至10天喷叶或者灌根一次，能促进植株花芽分化，长出花苞。磷钾肥的使用原则是宁稀勿浓，和水的混合比例是1比1500，最多不能低于1比1000，而且最多7天使用一次，喷叶或者灌根，每次只能选择一种。如果使用次数过多或者浓度过大，会抑制植株的生长，还会导致叶片出现黄叶。你家长寿花开花正常吗？如果不正常，就试试花花说的方法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打开小铃铛。有其他养护问题，可以留言区提问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支持和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